嘿，大家伙儿早喽！10月7号星期六，这不是上班的第一天，但是这边是周末，所以小伙伴们说今天在大阪城跑15到20公里，节奏跑。我应该不跟他们在起点见了，因为不想停表，我就迎着他们跑，碰到以后就掉头。今天咱们回评论，一会儿就开始聊到碰到他们，然后之后咱们再说，好吗？今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但是我出来晚了，稍微抓紧点往那儿赶，否则热身不应该这样跑的。行，那一会儿咱们开始聊评论，天还黑着。刚把相机放头上我就开机了，但是今天抱歉了啊，没出太阳呢，可能画面会黑一些。光线不足的时候，这个相机在解决防抖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那种震颤的感觉。也期待摄影技术再进步吧，科技。第一位小伙伴周末参加了科隆马拉松，3小时06，从36公里开始掉，最后看步频也低，173好像是。还有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最后这几公里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是步频。我先回答您步频的问题。步频的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很难通过主动的去做一些工作就能很快的立竿见影的解决，它就是长期跑步练出来的。对于亚洲人来说，或者说对于力量就没有童子功，肌肉力量各种力量都一般的普通人来说，大部分时候都是需要高一点的步频才能创造更好的成绩。我虽然总说我的步频太高了要降，但是也不是很现实，只能降一点点，不要那么高。您相信我，就咱们普通人，马拉松想跑到非常好的成绩，在马拉松赛场上跑180的步频，能跑出非常好成绩的普通人其实不多的，那都不是普通人了，那精英了。前2天的柏林，贾俄人家公布了他的详细数据，你们可以去看他的，他已经算是力量很不错的运动员了，对吧？至于35公里之后，这个是个世界性难题，专业运动员也掉，只不过掉的不明显。我也掉，就除非我前35公里没有尽力。但是您要是问我是哪种成绩好，第一种是前35公里就很尽力，最后尽量不掉，尽量它掉的少，还是说前30公里有保留，前35公里抱歉之后最后几公里也很轻松愉快，哪种成绩好？我觉得还是前者会更好一点点。像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按照去年的竞技水平来说，应该就是2小时44和2小时47的区别。我自己啊，随便这么一说。这一块想练好太难了。我的感觉就是增加单次跑步的长度，加跑量吧。最大摄氧量不同的表测出来一样不一样。我觉得任何手表的最大摄氧量都不值得横向比较，因为那都是算出来的。目前很难有一个手表做到很准确，想准确就去实验室测。
你就跟自己比，其实都不一定行，因为你不同阶段你训练中你用的劲儿不一样大，对吧？不出意外，我们会在这一条路上遇见他们跑过来。如果他们5:45起跑的话，5公里能跑进19分48，要跑首马了。但是最近状态我感觉特差，是跑4小时还是4:30？您客气了。您这个速度能力，4小时我觉得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把目标定得再快点吧，别害怕。很多时候您觉得状态不好，大多数时候是心理造成的。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的，别想它。另外一位小伙伴说的对，最好的捷径就是你走过的弯路，尤其是在运动上，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难避免。有伤，但是呢又没有到完全不能运动的程度。比方说轻微的足底筋膜炎，备赛月底就比赛，很痛苦，是很痛苦。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有一点疼痛啊、不适的情况下，在持续训练和参赛的。掌握好强度，感觉自己的身体吧。我建议就是，我总说激进不冒进，虽然说不冒进，但是适当的激进呢也没什么坏处。大部分时候，我们自己的边界都比现在感觉的要远得多，别冒进就行。我个人理解的足底筋膜炎，并不单纯是那个筋膜的问题，能力变强了，它自然就会好转。我刚开始跑步的前2-3年也是脚疼、脚底疼、足弓疼，然后脚趾头那骨头缝疼，都经历过。5公里22分钟，跑4休1。3个13，1个10。周末好多在这儿训练的。要准备半马了，有什么建议？没什么建议了。半马就是努力怎么样能冲下来，最后的几公里不要掉，或者尽量不要掉。您不用解决耐力和抽筋的问题。可以试试这段时间跑几次16公里的强度，看看自己什么感觉，或者18公里。应该不是他们2位，打个招呼。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像我们周3训练课这种组间间隔多少？是这样的，如果您的间歇跑距离在1公里或者以上，组间间隔就从2分钟开始。如果是1公里到1.6公里之内，都是2分钟。如果是2.4公里这种，您可以适当增加到3分钟。如果是5公里，那如果您跑3组5公里，甚至可以是6分钟或者是8分钟。但是越长距离的变速跑、间歇跑，中间的组间就不建议一直休息待着不动，就可以慢跑。可能是他们吧，跟着跑一会儿。哎呦，对，410。
小伙伴们，看我现在的状态，刚跑完将近15公里，心率才下来，刚跑完大概有200米，现在准备上一个大坡回家。今天已经跑了18公里多。他们另外一位先生，就是没穿队服那位先生，应该是叫平田先生，他要跑20，然后从12公里开始，田中先生带着我加速，因为他今天也只跑15，说咱们试一试快一点。也就是说，从每次冲坡那儿一直回到出发地那个转盘那儿，大概是2.5公里，我们两个跑到了3分25。第1公里跑了3:30之后，他说配速不错，我们再快一点，因为他的速度能力比我强得多得多，带着我，然后给我演示，让我抬腿摆臂。最后结束的时候是3分24的配速，我会贴在屏幕上。之后就不行了，就是其实还是不是所谓的耐力问题，而是极限在这儿，就是我的极限配速，一公里冲刺那种不算啊，也就是3分20多了。因为前面的这10几公里其实对我来说不会影响我最后的冲刺。基本上大家跑全马的小伙伴都会有这感觉，可能16、17公里以内的这种训练到最后冲刺都不影响。而且我前面15公里还是挺快的，
都是在4分10以内平均。这就是你最后的那10秒的极限，你要付出比前面多得多的精力和能力去触及到，你一下就爆缸了，就超过了理论的最大值。但是今天我比较开心的是，最后那600-700米我没掉，其实它还能更快，还能更快不少。感谢感谢。咱们接着把评论聊完。LSD 那个可不可以吃胶？可以吃胶。您平常训练，不管跑多远，你想吃胶都可以。前提是如果你想减肥，那就稍微控制一点。我一般跑30公里会吃，如果是需要跑一点速度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要跑到4分20以内的平均配速的30公里，我就会吃，而且我会吃俩，10多公里一个，20多公里一个，因为我最后几公里我要冲刺。但是我吃那种不是100千卡的那种，是稍微小一点包装的，可能相当于普通比赛能量胶1个半，也就这样。其余的我不吃。然后去年准备北马的时候，我很用心，我基本上都是按照最后那半个多月都是按照比赛的节奏来吃，就我8公里肯定会吃一个。当然，特别故意的轻松慢跑那种不吃，这个适应一下肠胃，因为你最后那1个月再减重啊什么的，管住嘴不现实了。但是我说的不现实是管住嘴让体重变轻不容易了，但是你要管不住嘴想体重变大很容易，因为体重不光是脂肪，你的油盐调料吃的多了，水分什么的都会有。最后一个，那天半马的心率，那心率是对的，我带的是心率带，那个心率没有问题，就是挺恐怖的，因为那天太热了，那天体感温度至少30度，气温27度，起跑之前是26度，那大太阳，而且晒就没有树荫。晒其实是马拉松过程中很可怕的一点。我戴帽子可能还好，如果不戴帽子，也许都扛不下来。那天就是挺拼的，但是其实你问我有危险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危险。我当时的体感就是我还能再跑，但是不能再快了。好，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跑一跑回家，咱们一会儿停表再见，加油干！哎，10月7号星期六清晨7点01，训练结束，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跑了一个挺有强度的15公里。先是热身，跑到那儿碰到他们的时候是3公里多，然后结束的时候是18公里多，之后一个3公里冷身回来。碰到他们之前呢，基本在5分左右，5分多一点的配速热身。然后之后呢，一开始就是以4分10、4分5到4分12之间的平均配速去跑了有12公里多一点。之后最后一个2公里多，田中先生带着我加速，跑到了最快，我看到3分24一公里，最快。我会把数据都贴在屏幕上。今天平均配速只有4分32，一个半程马拉松1小时30多，所以这就是平均和快慢的不同。你看我这个周期第一个训练日平均配速是430，跑了一个半马第二个训练日，抱歉，第二个训练日，感觉就挺轻松。然后今天这种呢，就中间这段时间很快，相对消耗就会比较大，所以这就看您怎么选择吧。现在我的决定就是，该快快该慢慢的这种训练更多一些。平均心率153，当然最后最大冲到了182的心率。
最后那个1公里还是挺顶的。行吧，那今天是周6了，对吧？但是是个工作日哈，小伙伴们。然后明天是芝加哥的马拉松。我们祝福本田先生能够跑出一个不错的感觉，因为时差太长了，舟车劳顿。你看他周3去，到那儿还是周3，就当地的周3，周4、周5、周6，他只有3天的时间准备，有一天还要去领东西，对吧？3天倒一个正反的时差，整整10多个小时的时差，真的是挺可怕的。当然不用全倒过来，倒一半也挺难受。祝福他能够跑得开心，跑出一个这种跨州比赛满意的成绩。周末还是老哥的新泻马拉松，也是看看能不能跑出一个，虽然他说是训练赛，但是看天气还不错，看能不能跑出一个不错的训练成绩，是吧？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评论，回了一些大也不能说解答吧，就是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些问题。还是这样，顺其自然，慢慢练，大家跑起来一切就会好的，好吗？天气凉快了，可以多做一做强度课的训练，但是赛季还是一定注意别受伤，把身体保护好，行吧？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我的休息日了，认真的准备一下下周日的马拉松，下一周的训练计划会稍微调整一下。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干，那咱们下回再见。